好，那么因为从3000万变7000万了，增加很多哈，所以呢，陈佩琪呢到第一银行领了1000万的现金，因为领钱怕被人家抢啊，所以呢，警察要派员护送，大额的款啊，当然银行都很紧张，会不会被骗啦？等等等等。好，另外洗钱防治法也要注意，你是干嘛领这么多钱呢？4000万，通通是由柯文哲家人筹出来的。所以陈佩琪呢到北院去办理保险，刚刚奚凯也讲，4000万算都算半天了，大概1个小时20分钟。那另外本来是说，民众的立委每个人要筹500万了，他刚好8个人嘛，一人500万，就4000万就没有是吧？他们柯文哲家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的了。那早上只有陈佩琪，他是2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检方一直在讲说你应该是用自己的钱，不是别人帮你出的，这是那管他，要不然他会继续嘛。第二个确实柯文哲一开始就说要用自己的钱，所以他也急着去还，就说救急，可是人先保出来，他马上就要还黄国昌，那一样嘛。他家人亲友没有，他亲友自己错一错了，好吧？每个我就讲管太多了，我要借来不行吗？你管我钱哪里来的？那馆长是说，我来借他1000万没有问题哈。黄国昌婉拒说慢了。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到赖清德网站说你欺人太甚哈，你是担心自己很快下台吗？因为黄国昌就讲说是赖清德下令的，是赖清德害的哈。那另外交保金，柯文哲是政界第1名的，到了7000万。刘泰英以前呢是6000万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商界就比较多了，赵腾雄成交5亿5千万啊，朱国荣4亿，何寿川4亿，王令麟3亿5，魏应充3亿，胡红九1亿5，就是商界觉得你比较有钱，他们拿的钱比较多，但是还是很多弃保啊。对了，那政治来讲，一般认为觉得政治不该有那么多钱嘛。那另外呢，这个说柯文哲现在是最高金额政界交保，国人对这是联合报的这个评论呢，对办案的疑虑升到史上新高，就你这个案子办的办这个4个月，然后办的到底怎样大家看了也觉得证据好像还是薄弱了那黄国昌说，我们会努力筹保证金，把主席给他救出来把主席他放出来我们看一下。沈庆金的律师胡元龙一早抵达台湾银行公库部，后方其他人共拖着3个行李箱，在规定时间早上8点半后1小时就带来6000万保金。只见银行人员拿起一捆捆的1000元大钞，放进蓝色箱子，清点着庞大金额。这个金额是蛮大的，现在筹备上有困难吗？在4名被告中，交保金1亿元最高，去抢头箱办保。上午到北院先领保证金缴款单，但其实沈庆金在前一晚就找到金主朋友，愿意借他6000万元的现金。开完羁押庭，跨夜的凌晨1点多，钱就能够到位。不过北院规定上班时间才能办保，因此只能在候审室再睡一晚。这几天议员心情比较平复一些，谢谢关心。面带微笑回应，却不透露任何的情况。上午10点半左右，应所谓的律师也抵达北院，简单回应谢谢关心，随后前往台银。但只见他们坐在椅子上，第一时间没有看到钱。这回2度开羁押庭，沈庆金的律师仍旧打着健康牌，说泌尿系统感染需要人换药照顾，甚至还得跟医院请假，医师放人才开庭。而应小薇则被检方抓着有第2本护照猛攻，更指控他品性有问题。而律师则回应，应小薇早在2010年就放弃了加拿大国籍，不可能潜逃。至于李文宗，强调徐芷瑜拿钱给他都是听从柯文哲的指示，自称没有其他国家的护照，不会逃亡，也愿意到派出所报到。尽管这几人被提高交保金时都喊着拿不出钱，但最终关头还是能筹措到高额的保金来换取自由之身。来，永平前台北市副市长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检方当时郝龙斌为什么怎么样都不放？对，就是基本上金华城这个案子呢，他多得这么多容积率呢，这个是图利的，我认为很明显。好，包含郝龙斌前市长也特别在柯文哲这个案子起诉书出来以后，他还发了一个脸书仍然说明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这个部分，大家并没有很大的疑虑，但是呢，你单纯图利罪，你没有办法这个建立说我的图利的动机是因为我有收受贿赂的话，其实他的求刑也没有办法很重。像这一次他在本案的图利罪的求刑呢5年嘛，那所以会搞到28年，让所有人都很震撼。收贿的部分对不对？是。就说因为他把好几个案都加起来了嘛，好几个案加起来了。那天蔡正元讲一个逻辑，我觉得也很多人也听得下去。他说我们的
现在死刑判不了了嘛，我们的无期徒刑呢，最多也关25年就出来了嘛。所以你给他求刑28年6个月，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你的严重性跟死刑、无期徒刑差不多。法官不一定这样判了。对，当然法官不一定这样判，可是你求刑做这个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好啊，那你来跟我讲他到底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呢？要你求处跟死刑、无期徒刑。这让我想起来，检察官有点机关枪打鸟，搞了一堆罪，反正打中一个也好，这样子。对，但是问题是你从民众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民众庶民的直觉嘛。就所有的人，第一个所有人并没有很重了，太重了。所有的人并没有觉得说柯文哲没问题。可是呢，那个问题，我觉得他今天如果求刑是在5到10年之间，我觉得大家就觉得说啊，跟心理预期差不多，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图利罪。可是你今天呢，搞到好，你要搞他贪污，他图利的5年，那他的那个贪污的部分表示求10年嘛？问题是你的15年，求了15年，贪污又单独求15年啊，15年。好，那问题他是侵占，对，问题是你贪污的部分，你的证据在哪里？还是没有证据？你的污钱的钱在哪里？证据了，对不对？那个，这我又要讲另外一个名嘴郭正亮，他讲话也很好笑，他就说你今天说一个人杀人，可是你找不到尸体啊，好，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本来对于检察官他有长篇那个大论那段我还真的有去看起诉书，他不断花了几十页再去讲说他破解的那个 USB 的档案啊，工作档案里面写什么。可是问题是，今天最惊人的就是刚才齐凯讲的，也是黄国昌讲的，在庭里头呢，检察官没有办法证明说那个 Excel 的档是柯文哲本人，完全只有他一个人登录，而别的人不能去登录，他连这一点都没有办法确认。那这个事情就显示什么问题？显示柯文哲他的答辩策略是什么？他说那个1500沈庆金，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不是他写的。那你今天检察官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证明是柯文哲写的，然后你长篇大论说，因为前面都是钱，后面也是钱，所以这个1500显然是钱，而且你这个1500的钱呢，它在12几号到几号的某时某刻某地，而且都是某他也不知道，也没照片，也没有看到钱，也没有一只行李箱，1500万很多钱，你要用一个旅行箱才能装得住，那你也没有看到旅行箱，也没有看到他们拍一个照片，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现在连那个 Excel 档都不知道是不是柯文哲登录的。那柯文哲当然可以说有某个什么助理或者谁要害他写进去，他当然可以这样讲啊。那你今天如果不能证明说这个柯文哲讲的不是真的，那你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下去？基本上你如果问一般人，他大概都认为那是柯文哲打的啦，所以助理要去害他不容易，但这是一般人的揣测。你检察官要入人于罪，你就必须要提出非常坚强的证据，因为否则的话，不是随便就可以入人于罪嘛。这道理很简单的。来，佩祥。我认为柯文哲柯主席这个案子搞不好是我们民主法治上面最悲哀的一个 case， 因为老实讲，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你的这个检察官是以有罪推论的心态来去办这个案子，甚至我在看今天来之前在看 PTT 说，哇，这一批检察官很想升官。所以他们先把这个有罪推论的心态全部将来都可以升主任检察官。对。但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整篇那个3中案的4个检察官都立刻升主任检察官了，所以都升主任检察官。我们看到这个起诉书有点像是所谓的罗织入罪，就是很多很精彩的故事都是小事，可是完全没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证据，可是证据不足啊。在民主法治国家里面，什么办什么案子都要讲求证据，你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办这个案子。但是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们不但没看到，反而是看到一堆奇怪的花边新闻之后，最后面真身杀人，变成是一个舆论上面的攻击。所以这是对于说未来我们如果遇到任何的案子，其实有法律上面很讲究一句话叫做先例。这个开了非常恶劣的先例，尤其是在我们21世纪的中华民国上面，这开了非常恶劣的先例。以后如果执政当局或有当权者要怎么样去对付政敌，这直接 copy 用就好，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第二来讲，我刚刚看到很多假消息 ，NCC 都不出来管的。
NCC 都没有管，说应小薇有第2本护照怎么样讲的活灵，第3本了，第3本现在变第3本，活灵活现的，结果没有，这个 NCC 要出来管了，这个是 fake news。这个是假消息，为什么不出来管？为什么不出来制裁，而让这些假消息、这些错误的讯息一直在外面在那边跑？这基本上来讲，这就出问题啊！他不可能管啊，因为检察官认为那是重要线索啊，他还拿出来，这才是糟糕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个判决，台中的无差别杀人案，那个凶手被判10年。然后同时之间，柯文哲被判28年，这个比例原则在哪里？对，求刑28年，这比例原则在哪里？我们都讲说你要符合比例原则，可是这个他判决不符合比例原则，又是有罪推论，那这跟我们所努力的几十年的司法改革，不知道改去哪里了耶。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对于我们中华民国来讲，搞不好是最黑暗的一页，司法是最黑暗的一页都不为过。基本上了就是说检察官也不是柯文哲也不是第一个啦。检察官常常用的手法就是透露给媒体。对，为什么他还没有起诉，就先把你人格给你毁掉，让整个社会觉得这家伙是个坏蛋。所以我检察官起诉他是应该的，所以就搞这招，先为媒体啊，先给媒体一些资料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很不好了。你到时候就把你起诉书、你证据确凿拿出来，大家一看就懂了嘛。你事先去毁灭人家人格有什么意思呢？而且你每次都跟当事人讲，这侦查不公开，你不要对外面讲，然后你们自己都去泄了这个侦查的秘密，这什么意思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检方一直觉得橘子很重要了，压柯文哲的流也是橘子在外面。所以呢，柯文哲回来有可能跟橘子串证，那柯文哲就说啊，橘子只是一个爱玩的小孩，到日本去念语言学校，所以呢，你们把他讲多重要，还没那么重要的跟那年了那民进党议员是说啊，越重要的人你越想淡化吗？到底怎么回事那到底橘子是爱玩的小孩呢，还是橘子身负重任那李文忠是说。他的钱是橘子给的啦，而且这是柯文哲指示橘子给的，我都听老板的，老板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另外呢，柯文哲搜索以前呢，拿了橘子的手机打给律师，还说我是罗廷伟，这个最奇怪，怎么那律师还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柯文哲了，他大概觉得人家在监听了，在监听，所以呢。不画个名也没什么意思嘛。而且罗廷伟他怎么会想到？那另外呢，罗廷伟说，罗廷伟很得意，对不同的说证明我不是 nobody。罗廷伟很有趣，罗廷伟我看一下，这样子而要上了全国版面，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状况。真的是特别状况。只见国民党立委罗廷伟面露些许尴尬，因为柯文哲的金华城案市政中竟然有他。2月9号羁押庭上，检察官就搬出市政，指柯文哲曾委托橘子帮办新手机，并将这手机取名罗廷伟，传简讯给律师郑生源。当时郑生源很疑惑，请问阁下是谁？因为这名字跟国民党立委罗廷伟只差一个玉字边。后来柯文哲回应我是柯文哲，让律师一度一头雾水。有任何不好的感受吗？事情的真相我还是要再去清楚的了解，才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评论。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可能是 nobody， 那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用我的名字。另外，29号羁押庭，检方还为此引用媒体报道当作证据。随后，审判长也请柯文哲说明如何有效回避。柯文哲则说：“需要串证吗？要的话看周刊就好了啊。”所有证据都翻一遍，不断开辟支线，跟案件的核心似乎越来越远。来，好，凤喜在橘子身上啊，其实现在围绕的是3个重点啦。第一个就是橘子出国到现在没有回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说橘子男友，我也不知道突然冒出了一个橘子男友，我在想说是我漏看了起诉书吗？我已经翻了3遍了，我没有看到什么橘子男友什么6000万到3亿，我说是我漏看了吗？没有，就是媒体自己报道。据悉，好，那我等一下会说这个有多么可笑哈。那第3个部分就是由橘子的手机，然后化名罗廷伟，然后打电话给律师这件事情。我先讲出国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橘子到现在没有回国，说只是因为爱玩，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说法，因为
他的护照都已经被吊销了，他都已经被通缉了，那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严重了。他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坦白说，我认为他应该要回来。我也认为柯文哲他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联络到他，但是如果我可以喊话的话，我会喊话，希望他能够回来。我认为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回应啦，否则的话，围绕在橘子身边那一个就是灭证的疑虑永远难消。但我这边要提醒，外界的疑虑并不等于检察官可以拿来定罪人的证据，因为检察官是有疑虑就要去办，他要办出证据来才能够把人定罪。那外面可以提疑虑，但你检察官讲的话必须要有证据。现在是外界有疑虑，但是你检察官是没证据的哈。那第二个部分说，橘子的男友说什么柯文哲家里头随时有6000万到3亿啊什么什么，我第一时间就想说，检察官不是有去搜索柯文哲家吗？那请问一下，那6000万到3亿是搜索到哪里了？橘子的男友，我看到的是说。橘子男友说，柯文哲有跟橘子说，希望把6000万放在橘子家，那就去搜索啊，那就去申请搜索嘛。要放，但结果没放。对呀，好，这个是，所以我说这个部分，那这样子，那6000万到3亿的那个现金到哪里去了？如果柯文哲家也没收到，也没有放到橘子家，那请问一下，那个钱到哪里去了？那这检察官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交代？这样子啊？那检察官说我没讲啊。有，他在第一次，我等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他昨天要澄清，因为他在第一次的接押庭的时候。他引述了对检察官引述的媒体的这个报道，结果自打嘴巴，他昨天赶快去澄清了。是啊，所以昨天才必须要澄清这一段。你不能因为这个我以为媒体是引述检察官，这检察官引述媒体，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荒谬就在于，你不能够基于一个外界的传言，然后变成你检察官的证据。你检察官现在所有在庭上的话，你都已经查了这么多的时间了，你是要有证据才能到庭上去讲的，你不要去讲一个传言据悉。那你这样子还要检察官干嘛？那名嘴去办案就好了，还需要你检察官的公权力？你公权力是有搜索票的，你是有所有的这一些传讯的这些资格的。如果在庭上的攻防，如果有人提出来，他可以说是传言证据，不能采信，其实就是传言证据。好，第3个部分就是有关手机这件事情啊。手机这件事情，我就必须要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一段期间我们一直在听到有说法说，哎呀，这个橘子啊，其实跟柯文哲已经闹翻啦，最近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啦。然后因为他跟柯文哲很多谏言啊，柯文哲后来就想要这个远离他啊，然后但是呢，最后因为柯妈妈啊，所以才怎么样，就是听到一堆这样的传言。但是如果从他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传言，而是证实的事情的话，那就代表着徐子瑜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恐怕还是非常的好。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会让橘子回不回国这件事情依旧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其实希望橘子还是能够回国。我觉得把所有的事情厘清，如果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像起诉书里头一大堆说什么柯文哲拿了钱给徐子瑜，叫徐子瑜去存什么，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他也正好可以做一个厘清。不过最后讲一下 Excel 档啊，这 Excel 档这件事情呢，当然这里面佐证的除了有前后面的工作部的一些拿钱的一些记录之外，他是有问陈佩琪说这个 USB 是谁在用？那陈佩琪说都是柯文哲在用，他不是2个人够用的。那里面也有其中2个段落呢，他就去问了蔡壁如，然后蔡壁如呢，这里面记录在那个 USB 里头，然后呢，蔡壁如证实说，那个是他是这个他传给这一个柯文哲，然后柯文哲显然把它记录在 USB 里头的。好，但问题是，这就能够证明说，除了柯文哲、蔡壁如、陈佩琪，那蔡壁如跟陈佩琪他们都没有用，那就只有柯文哲用了吗？这恐怕也是一个问号。理论上啊，你其实可以去查数位足迹，对呀，除了有时间，还有他是利用哪一个电脑 key 进去的，你自己都可以。你都可以调得出来，然后那个电脑是谁在用，其实都可以调得出来。可是检察官显然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查，那这个数位足迹为什么不能查呢？所以有人评论说应该用科学办案，就这个道理的。来，这个没有科学。橘子的角色事实上，昨天最重要就是北院做的这个裁定书里面，第一个他讲的是说，他的角色不足以过程要羁押柯文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检方讲了老半天，你去讲了很多传言。我刚刚特别强调了，这个所谓的说橘子的男友说他这个柯文哲家里面有6000万到这个3亿，
也是第一次开庭接押庭的时候，检方自己拿来攻击柯文哲的，结果他发现不对了，在昨天自己还去澄清，等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更重要的，就他即使在这个，他主要办的就是要讲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嘛。即使在金华城里面讲，事实上到目前都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讲法，这是一个很重要。那昨天柯文哲有解释，他说：“你如果要查我的手机，你也拿去，你可以去还原啊，那一样啊。”他说：“即使你不是扣了一只手机吗？你说他怎么没有证据或者有些对话？他跟我的通话什么都在我们2个人的手机里面啊，你去还原你就可以。可是你都还原了哦。”你到目前为止有找出什么？我们2个之间有什么跟金华城有关的这个钱这个事情吗？他是有这样讲哦。那昨天他也特别讲，他说橘子2个多月前就已经出国了。他为什么讲他是个爱玩的小孩？他说去日本念书，念语文学校，2个月前就出去。那中间柯文哲说他中间橘子有回来过，也没跟他联络，他是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晓得他又回来。然后他提了一个点很重要，他说为什么橘子？当然我也是认为说橘子应该回来，可是柯文哲昨天讲了一个点，他说你现在北检你这样吓他。说他什么这个什么大账房的什么地下党主席，后来都是被他扣起来。你如果是橘子，你会不会怕？好，当然我是认为说呼吁说橘子应该找件事要回来。可是他讲，你像北检那种办案那种手势，你就是吓人嘛，对不对？弄到一个小孩子在外面漂泊在外面，然后讲说谁是受害者，橘子也是受害者，柯文哲也是受害者啊。你不能够就是说你用一个比较安排，你看它里面牵扯到某些人，对不对？他不是安排好后来都有应讯吗？是不是？很多案子都好有硬性啊，你为什么即使你不能是安排好了，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一回来就被你压起来。休息一下再回来。